我叫袁红旗，我1976年来到了故宫，到今年算起来呢是44年了。我一直以来呢，就是做宫廷文物的研究呢，就发现故宫里藏了大批的火锅，从餐具呢就引发了想研究皇帝吃什么的这个兴趣。饮食的档案呢是从清代，更确切的说呢是从乾隆，有御茶膳房档案，还有年节的档案，像咸菜呀、酱菜呀、什么韭菜花呀这些，还专门有一本档案，叫进小菜档案。奶茶呢是他们的国俗，它也有讲究的大奶茶壶、玉的、嵌宝石的奶茶碗。因为满族传统呢，就是能舍饭不舍茶，在举行所有的宴会里边，第一道就是要喝奶茶。这个在大清会典上都有记载。这奶茶是搁青盐、黄茶、奶油加上玉泉山的水煮在一起的。火锅呢，平时皇帝吃呢是入秋，真正到冬天，它的火锅就多了。有火锅，有暖锅。暖锅就是大的锅里得搁上水，上面呢还有很多小锅，这些菜呢既能保暖，又能经常是热的。火锅有铜的，有银的，有金的，掐丝珐琅的、画珐琅的、瓷的，各式各样的都有。除了火锅以外，还有火碗，这火碗呢就是保温的。历时期的山南留下的很少，有很多就是咸菜、干菜，像乾隆写的这个榆钱糕、萨其马、蒜泥茄子什么，其实都是民间百姓吃的东西。宫廷里边的这种饮食的成品，它是来自民间，又高于民间。乾隆爱吃鸭子，这个大家都知道。其实呢，它也有很多呢鸭子形的餐具，看上去像一只鸭子，其实把它打开呢，它是一个盛器，在清代叫鸭池。乾隆48年到圆明园1个月的时间，吃了48个品种的鸭子，八宝鸭、葫芦鸭、金银鸭，还有一品呢叫莲子鸭。这品菜呢是儿媳妇要吃第一口的，寓意着就连生贵子。像乾隆皇帝有这么多的后妃赏给令妃的呢就是莲子鸭。这令妃是谁呀？嘉庆的母亲，10年的光景，她怀孕7次，生了6个孩子。可能在别人看来比较枯燥，我觉得从这里头能看出好多的这个历史内容。其实就在这废掉她这个皇后的前后的档案里边就能看出来。开始还很正常，赏给她的晾肉啊、燕窝鸭子呀，但是快到临就发现好几次都是赏给白菜。西餐具到了溥仪时期那就大批的进来了，而且呢，景德镇还给溥仪特制了一套西餐的餐具。婉容喜欢吃西餐，但淑妃就不喜欢，所以呢，摆这个桌面的时候呢，中午餐桌上呢就摆2套餐具，溥仪、婉容他们2个人吃西餐，到了晚上吃3份，吃西餐和中餐都有。其实写故宫宴呢，我是有想法的，就是以示正听。清代离我们很近，不就300多年吗？皇帝的饮食只不过呢来自民间以后呢，他给细化了。帝王的生活它有一种礼仪的制度在里面，所以仪式化了。所以这几个方面呢，对我们今天这种快食的生活呢，可能有一些个可借鉴的地方。